這是最瘋狂的決定。北有蘇聯虎視眈眈，南有越南挑釁不斷。就在這前有狼後有虎的情況下，鄧小平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決定：裁掉100萬軍隊。消息一出，舉世譁然。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天天把裁軍掛在嘴上，卻從來沒見誰真正動過手。中國倒好，不聲不響，一刀就砍掉了1/4的軍隊。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決定背後有多艱難。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兵力超過400萬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隊之一。裁掉100萬，意味着直接暴露軍队的短板和制度缺陷。对於軍隊內部來說，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這意味着60萬幹部一夜之間成為編外，1/4的陸軍建設單位要被撤銷，更意味着那些有過無數光榮歷史、立過赫赫戰功的部隊即將消失在序列中。但最要命的是，當時的國際形勢一點都不太平。蘇聯在中國北方邊境成兵百萬，越南在邊境不斷挑釁，台灣問題懸而未決。這種情況下裁軍，萬一打起仗來怎麼辦？鄧小平的回答是：薛胖子能打仗。他打了一個比方，大力士、拳擊運動員身體很重，但是不虛，虛就不能进行拳擊。我們的軍隊就是虚胖，看着人多，真打起来未必。這話聽着刺耳，但卻是大實話。而裁軍100萬，首先得知道你在哪裡，才能找到出口。儘管当时中國有400萬兵力，但連隊並不充實，各級機關卻總的厲害。每個軍區有10幾名甚至幾十名領導幹部，還有團職保密員、營級打字員這種匪夷所思的編制。士兵在前線吃，大量的軍費卻花在養這些官職上。鄧小平一針見血的指出，與其說是精兵，不如說是京官。但精簡軍隊這事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難。從1975年到1984年这10年間，已經搞了4次精簡整編，結果卻陷入一個怪圈：精簡增編，再精簡再增編，機關精簡一次，膨脹一次，編減編增，互相攀比。有的時候增編的數量甚至比裁职的還多。每次整編都是改人不改事，治标不治本。而這一次，鄧小平要动真格的，他指出减人必須和一直改革結合起来，除了改制，還要建制，把編制变成法律，誰也不能随便移动。11個大軍區要撤掉1個，總部機關要砍掉1半，各級副職要大幅削減。幾乎每一個軍人都面臨着進退去留的選擇，幾乎每一個軍人家庭的實際利益都會被觸動。那麼這得罪人的事將由誰來開始？鄧小平的阻力有多大？他又是如何化解的呢？請點進下集繼續為您講解。